今日消费4094，服务费是372。我觉得啊，约会可以。不，我宁可跟你去街边好吃的小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。今天在一家屡获大奖、环境优雅的餐厅吃饭，但我想我应该不会再来。这道是餐前小食，第一个是椒麻煮蛏，第二个是洗澡泡菜全鸭，最后是泡椒凤爪小塔，搭配的是莴笋丝。你看他们这个菜，你觉得像什么菜？西餐、法餐。不过这个竹蛏啊，他说是竹蛏王，我看这个大小不太像竹蛏。好吃，椒麻的味道很柔和，都是一口菜，挺好的。这个我最期待的泡椒凤爪做成塔塔，就是剁成碎。我也觉得不好吃。真的，我觉得它切太碎了，很怪。我这种感觉有点可怕。先帮你介绍一下鱼子酱。那我们是借用了俄罗斯他们吃鱼子酱的一种方式，他们喜欢用荞麦饼加新鲜的淡奶油跟鱼子酱也比较原味的一个食用。所以这道吃的时候呢，建议两位用手拿一口食用就好。生蚝我们选的用的是法国生蚝。那我们师傅呢把生蚝汁保留下来，在底层做了一个蛋干。蛋烘糕，四川的名小吃，用鱼子酱来做。蛮特别的，但不是我喜欢吃的那种感觉。生蚝切成了好几段，这个蛮好吃的，很清爽，梨子味很强，梨子跟生蚝这么大了。这道是阿坝莴笋，搭配的是天山雪莲果，淋的是鲜核桃冷汤。雪莲果、莴笋、核桃，这个组合还是蛮奇妙的。它这所有东西要搅在一起吃，不能单独吃。这莴笋也要跟下面这个小雪花一起。就这种吃蔬菜方法就是比较上流的吃蔬菜方法，过于上流。他们这几道前菜，我现在吃下来，我感觉压的比较低，就低的不能再低了。希望等一下会这样，我觉得应该也会这样。这个上面是一个鸭肝三重奏，那么主要是体现的是冷、温、热的一个3种形式体现。这个上来我感觉氛围就很对了，这个开水白菜的这个香味啊，我感觉很正。他把鸭肝做成了3个温度，3重奏嘛，冷。应该是冰、温、热，3重，不是2重。白巧克力邦邦，加了点梅子汁儿，有趣味。它外面是有点像巧克力那种薄薄的，里面咬来化。试下这个，其实这个口感也有点像，外面是有点脆的，里面也是咬开就化了。但是这个宫保味我倒觉得不是很宫保，可能是有花生、有葱、有辣椒丝吧，但是味道我觉得不是很宫保。现在最期待这碗汤，香气还可以，稍微淡了一点味道，有点淡，但正是因为这个淡，我可以确定它没放盐跟味精。这道是菜脯龙虾，搭配的是我们主厨家乡的潮汕菜脯，淋的是菜脯奶油汁，旁边搭配的是伊比利亚5G火腿。它这个都切好了，这道应该很好吃的，熟都很好，熟的里面都是一种溏心的感觉。奶油味重了点，虾的熟度没得说，可以的，虾品质也可以，就是奶油味过重。这是我们下一道菜，枇杷蜂蜜烤鸭，广东的白羽田鸭，经过了一个法式的2天风干熟成之后呢，我们也运用了一些中式的脆皮元素。我们上面采用的是一个四川的贡花椒，然后粉红色的呢，我们也用了一个法式的粉红胡椒。这道菜很漂亮，枇杷蜂蜜烤鸭，不会甜的吧？甜的我受不了。但它鱼香汁应该是有点香酸甜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很能受得了。很甜是吧？还可以，好在是它这个鸭胸肉烤的蛮好，然后油脂也不错。它这个红色的花椒是一定要加的，这上面的这一点香料太重要了，救命啊，简直是！这边上的是一道梅干菜惠灵顿牛肉。那我们这边用的是浙江台州的梅干菜跟和牛炒的馅，再用酥皮包裹在一起。惠灵顿啊，我对它的印象不是特别好，但它这用是 M7的眼肉盖，这很好的肉了。梅盖菜的味道很浓，它这个应该是不要切，应该是切好的，因为这个再切我感觉碎了。但是这个大小呢，不切也很尴尬，切也很尴尬。怎么样？这是你吃过最好吃的月饼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怎么比得过蟹黄和鲜肉的月饼？但它皮是很酥啊，我觉得喜欢人可能很喜欢，但对我真的还好。
就是我宁愿只吃里面牛肉，它这个调味还是甜了一点，反正试一下就好，就尝试过吃过就好了。有时候不一定要很喜欢，但是要试过。酸菜东星斑脆米泡饭，东星斑怎么最好吃？酸菜鱼的方法最好吃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它本身真的鱼味还好啊，要靠一些其他的调味给它添一个色，因为它鱼肉也不是说那么的香那么鲜了，只是它颜色好看啊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它是一种还不错的鱼，但实际上它现在价格应该已经很下来了，吃吃看。鱼就是有口感没味道，比较寡淡，不太好吃。这个酸菜蛮舒服的，有点老坛酸菜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道泡饭吃完，剩下的就是水果和几道甜品喽。我觉得约会可以。不，我宁可跟你去街边好吃的小吃。第一次约会可以。好吧，那么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